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你知道吗？有家特有名的军事杂志叫《国家利益》，登了一篇长篇大论，标题就吓人的很。中国已蓄势待发，准备击沉美国航母。你听听这个词儿这哪是分析啊？这简直就是惊悚片预告啊！这篇文章通篇那叫一个愁云惨淡。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子完犊子的绝望感。他用了好几个特别狠的词儿来形容咱们的东风导弹，那听着都很新鲜。他说咱们的东风21D是原罪，说咱们导弹多是数量暴利，还说咱们整个一套打航母的系统是令人胆寒的杀伤链。我当时一听就乐了，这美国朋友咋回事啊？是被吓着了还是咋的呀？这词儿整的又是原罪又是暴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干了啥天理难容的事了呢。但是你仔细琢磨，这背后可就有意思了。这哪是普通的军事分析啊？这分明就是破防了之后的无能狂怒，是一种优越感被打破之后的哀嚎。这个美国媒体为啥破防呢？他们说的这个原罪、数量暴力、杀伤链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这事儿还得从他们最宝贝的疙瘩航空母舰说起。要说这个航空母舰那可是美国人的心头肉是他们横行全球的底气所在。过去这几十年美国人有个习惯，看谁不顺眼了，或者是想在哪儿搅和点事儿，咋办呢？二话不说，先派个航母战斗群过去，在人家门口晃悠。你想想那个画面一艘10万吨的钢铁巨兽上面停着几十架最先进的战斗机，这周围还跟着一票驱逐舰、巡洋舰、核潜艇，浩浩荡荡开到你家门口。这哪是军舰呀？这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国土一个会走路的空中基地这玩意儿往那一摆，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慑。你服不服？不服，我飞机要起飞了。过去这招是百试百灵很多国家一看这阵仗，腿都软了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所以在美国的战略精英圈里，这个航母就是权力的象征，是真理的射程，是他们维持全球霸权的信仰图腾。但是呢，好日子总会有到头的一天。这个让美国海军信仰崩塌的玩意儿就是他们嘴里的原罪东风21D。为啥叫原罪这词听着挺玄乎。其实这个美国人不是在搞道德审判，他是在说东风21D 的出现是所有噩梦的开始，它是第一个打破美国航母今生不坏神话的东西，是那个把神像拉下神坛的始作俑者。在东风21D 出来之前这美国的航母觉得自个儿是无敌的，因为大海那么大航母它又是移动的，你拿啥打呀？那普通的导弹嘛，飞得慢，够不着。那飞机呢，还没靠近航母就被人家舰载机和防空圈给打下来了。所以这个航母就跟个武林高手一样开了个金钟罩，谁也碰不着它。可是咱们的东风21D 呢，它不按套路出牌它是个弹道导弹，就是先嗖的一下窜到大气层外面，跟坐火箭似的那在这个高度你飞机够不着吧？然后呢，它在这个天上调整好姿势，对准几千公里外的那个移动的航母，再以一个极高的速度几乎是垂直的砸下来。那最绝的是啥？它在最后快砸到的时候它能自己找到目标，甚至还能拐个弯躲你一下拦截。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个比子弹快10几倍的铁疙瘩从你天灵盖上直愣愣的灌下来，你告诉我这怎么防呢？宙斯盾系统再牛，它也是防飞机、防巡航导弹的，它没练过铁头功防不住从天而降的掌法所以东风21D 一出来，美国海军就傻眼了。他们突然发现那个曾经可以随便溜达到别人家门口的海上堡垒现在只要敢靠近第一岛链，就可能会变成一个活靶子。以前是我想打谁就打谁，现在变成了我得时时刻刻防着别人打我。这种从猎人变成猎物的心理落差，那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他们给东风21D 起了个名字叫原罪，意思就是你就是你这个家伙打破了我们的美梦，让我们海军的信仰出现了第一道裂痕。从你出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再也回不到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黄金时代了。
你说这破防破的是不是挺彻底了？那说完了原罪啊，咱们再来聊聊那个更有意思的词儿——数量暴力。美国人除了怕东风21D 打得准防不住，他们还怕另一件事，就是咱们的导弹啊实在是太多了。那个美国专家在文章里就说了，中国的导弹不光质量高，玩的还是数量暴力。这啥意思呢？就是用绝对的数量优势把你给活活堆死。东风21D、东风26、关岛杀手，还有那个速度快到没朋友的东风17，这些导弹哥几个啊，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家是组团出击，玩的是立体式饱和式攻击。那啥叫饱和攻击啊？就是我一次性啊打过去几十枚、上百枚导弹。那这些导弹啊，有的飞得高，有的飞得低，有的速度快，有的会拐弯，有的从东边来呢，有的从西边来。你的宙斯盾系统啊是很先进，可是它也是有处理上限的。雷达屏幕上瞬间出现上百个光点，从四面八方扑过来。哎，你告诉我，你先拦截哪个呢？这个计算机当场就得 CPU 干烧了。拦截导弹的发射架就那么几个，你打完一波啊，还没等你装填好第二波，人家的导弹已经砸脸上了。这就叫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导弹多。这更要命的是啥？是成本啊！这美国人自己算了笔账啊，越算心越凉啊。造一艘福特级航母要130多亿美元，还不算上上面的飞机和整个战斗群的开销。它上面的一枚标准3拦截导弹啊，就要上千万美元。咱们这边呢，一枚中程弹道导弹的成本跟人家比起来啊，那简直就是白菜价呀！咱们用一堆白菜去给你那个镶了钻的航母玩命，这账怎么算都是咱们划算呀！就算你运气好，用10枚昂贵的拦截弹换掉我1枚导弹，我们也不心疼啊。可是你只要漏掉1枚哦，你那100多亿的航母可能就得回船厂大修，甚至直接喂鱼了。这就是美国人说的数量暴力，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对抗了，这是在拼消耗、拼战争潜力。咱们有成千上万的机动发射车，打了就跑，藏在深山老林里，你根本就找不着啊。而你的航母就那么几艘，精微的很啊。这么玩下去啊，美国人自己心里也清楚啊，他耗不起啊。如果说单个的导弹是拳头，导弹数量多呢是组合拳，那真正让美国人感到后背发凉、觉得胆寒的是咱们为了让这些拳头能精准的命中目标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系统。美国人管这个叫杀伤链儿。杀伤链这个词儿听着挺吓人的，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一套发现、定位、攻击、评估的完整流程。咱们还用刚才那个快递的例子啊，哎，你东风快递再厉害，你得先知道收货地址在哪儿吧？大海茫茫啊，航母它又不是待在原地不动的，你怎么找到它呢？并且把它的实时位置告诉导弹呢？这就要靠咱们的天眼系统了。这个系统啊，可就厉害了呀！它包括天上的各种侦察卫星，什么光学啦、雷达啦、电子信号的，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西太平洋这片海，还有水下的潜艇、海上的侦察船、天上的无人机，甚至这些伪装成渔船的监控平台，构成了一个天罗地网。那这套系统有多厉害呢？美国媒体自己描述说啊，在这套系统面前，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基本上就是透明的。啥叫透明啊？就是你的一举一动啊，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航母上的雷达一开机，信号呢马上就被我们捕捉到了。你这个舰载机一起飞，天上的卫星就看见了。你跟这个舰载队里其他船发个无线电，我们都能给你定位。你以为你在这个大洋深处神出鬼没，实际上啊，你就像在开着灯的玻璃缸里游泳的鱼。我们在外面看的是一清二楚啊。一旦你的坐标被锁定了，这个信息会在几分钟内通过指挥中心传递到深山老林里的某个导弹发射车上。那个战士按钮一按，这个快递就发出去了。而且嘛，这个导弹在飞行的过程中啊，还能接收最新的目标信息。更让美国人绝望的是啊，这一套杀伤链它还不是一根筋啊，它是多线程的。
专业点呢叫高度冗余。啥意思呢？就是我这套系统里啊，就算你打掉了我一颗卫星，或者干扰了我某个雷达，没关系，我还有别的卫星、别的雷达、别的侦察手段能顶上。这条路不通呢，我走另一条。你想通过破坏我一两个节点就瘫痪我整个系统啊，门儿都没有。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发现即摧毁。只要我能看见你，我就能打到你。你站在美国海军的角度去想想啊，这可不可怕呀？你开这个100多亿的大家伙，在大海上觉得自己是威风八面，结果你不知道，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啊，有无数双眼睛啊，正死死的盯着你。你的所有行动轨迹啊，都被人家画成了地图，你就像一个随时可能被签收的巨型包裹。哎呦喂，这种感觉能不令人胆寒吗？这就不是打仗了啊，这简直就是猎杀呀！所以啊，聊到这儿，大伙儿都应该明白了，为啥美国媒体啊会破这么大的防，说出原罪、数量暴力、令人胆寒的杀伤力这些话了。因为在没有东风快递全家桶的年代啊，这个美国的航母它就是神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欺负谁呢就欺负谁。咱们以前说了多少期啊，银河号、台海危机、炸管，哪一次背后没有美国航母的黑影啊？可是现在呢，时代变了呀，咱们的东风快递体系给美国航母画下了一道道看不见的死亡禁区。你航母要是敢进第一岛链，那你面对的就是东风21D 的饱和打击，来了就得做好当靶子的准备。行，你说你怕了，你退到第2岛链，离得远远的。不好意思啊，咱们还有射程更远的东风26，外号关岛杀手，照样能够得着你。那你再退到关岛基地总安全了吧？嘿，那你忘了东风26的外号是啥了？就是为你准备的呀。更别提咱们还有东风17这种玩水上漂的高超音速导弹，根本没法拦截啊。还有这次阅兵展示的东风61啊，肯定更猛。这么一来，美国航母就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这离得近了就成了活靶子，有生命危险。这不是航母本身变弱了，而是咱们已经有了一整套让它武功全废的体系能力。所以啊，美国媒体的破防啊，本质上是对一个旧时代的落幕所发出的哀鸣。那个他们可以开着航母在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为所欲为的时代啊，随着咱们东风快递的开张营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航母这个曾经的全球权力象征，硬生生被咱们变成了战略摆设。这口气啊，你说他们能咽得下去吗？当然是咽不下去了。所以啊，也只能在这个文章里用一些狠词儿来发泄情绪了。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这事儿啊，说白了就是咱们国家强大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家门口了。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咱们有东风快递。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